辣子鸡丁其实它是一道传统川菜，并不是大家所见的、所想的全是辣椒和花椒这样子的江湖菜。所以说呢，很多人做辣子鸡丁一直都搞错了。今天我就用这个鸡腿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最正宗的川菜，也是最经典的传统川菜辣子鸡丁的做法。辣子鸡丁其实它是不放辣椒，也不放花椒的哈，可能和大家想的有一点不一样。但是呢，大家仔细跟着我来看一下，到底是怎么做的这道经典川菜。选择食材就一定要选择鸡腿肉，我这个是一个土鸡腿，实在没有的话，饲料鸡腿也可以。不要用鸡脯肉来炒，鸡脯肉炒出来口感很死板，不好吃。沿着骨头这里划开，我们把大骨头去掉。土鸡的肉质要比饲料鸡的肉质紧实很多，去这个骨头就能够感觉得到。去骨头非常的简单，我们挨着这骨头剔就可以了，没有什么难度，大家尝试一下就知道了。辣子鸡丁嘛，鸡肉肯定就要来切成丁了。鸡丁的话，大约切成1.5厘米见方就可以。入厚的地方用刀片一下。这一个鸡腿宰了之后还是不少的。辅料再来准备一根莴笋，切成丁就可以了。莴笋壳壳要稍微比鸡丁呢要小一点，这样子才能够做到不鲜味夺主。再来准备上几个泡的红辣椒。没有泡椒的朋友可以用四川豆瓣代替。先切一下之后把它剁碎，再来切上一点姜葱蒜壳壳。鸡腿码煨一点盐、胡椒、老抽、料酒、水，先下手给它抓匀，让鸡腿肉把水、料酒、老抽全部吸收进去，不然的话它的嫩度够不到。稍微抓捏久一点，直至手上面开始发黏的时候，来一点淀粉，再次码匀即可。最后来点油封姜。现在来打一个味汁：盐、糖、生抽酱油、水、毛毛醋、淀粉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所有要准备的东西就是这些。这道菜呢，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的朋友会骂我，或者说是会反驳我，但是我确实要说的，这就是正宗的辣子鸡丁的做法，没有之一，只有这一个唯一的做法。然后还有一个事情，我觉得很神奇哈。今天早晨我们这里不是停电了吗？从昨天晚上就停的，老板都居然知道我这里停电了。我问他为什么知道的，他说我有什么事情不知道的，他是不是哪里给我装了监控？我以后办事说话得小心一点了，我觉得好神奇。他还给我发信息来问我是不是停电了。是不是现在都盯着我啊？不说了，炒菜。第一步还是老规矩，把锅儿支一下。咱们炒码锅淀粉的东西哈，用这个铁锅炒的时候，记得一定要制锅，不制锅基本上都会粘锅。把锅制好之后，下入码好的鸡肉，快速的给它划散子。传统川菜里面的小煎小炒都是一锅成菜的，现在饭店里面的小煎小炒基本上都是先过油的。鸡肉划熟推到一边，下入宰好的泡椒末，给它炒出香味还有颜色来，再下姜葱蒜片、莴笋壳壳，大火拨转，最后烹入调好的味汁，继续用大火收汁晾油过后，淋上一点明油，翻炒均匀就可以关火出锅。对，大家没有看错哈，这个才是正宗的辣子鸡丁做法。看起来是不是满满的都是食欲呢？
已经准备好了筷子的朋友可以直接夹一筷子。非常好吃的川味辣子鸡丁就做好了。榛子做出来的鸡肉是细嫩爽滑，莴笋脆爽鲜美。方法呢也是特别的简单，很家常的一道下饭菜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去告一下。不喜欢的也免费看完就撒个。多的不说了，先干几筷子再说。好脆哟，鸡肉。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辣子鸡丁和我们平时吃到的辣子鸡是两码事哈。辣子鸡是江湖菜，辣子鸡丁的话是咱们经典川菜，所以不要混为一谈。大家也不用叫我去什么重庆歌乐山看一下，我不去看，我就炒辣子鸡丁吃。我不喜欢吃辣子鸡，因为两个菜的名字都不一样，一个是鸡丁，一个是鸡。有很多朋友老是叫我去重庆看一看，有没有报销车费嘛？有报销车费我就去。这个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四川比较常见的家常。总之来说就是好吃，并且还下饭。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撒过了，我是想念，下期见，拜拜。五花肉平时我们一般拿来做红烧肉或者是回锅肉居多。今天呢，我这里准备了一块金五花肉，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更具特色的江湖做法。五花肉我是挑剩把它冻硬的哈，你们看现在是帮硬的，和萝卜一样的。冻硬的好处主要就是我们切的时候好切。五花肉改成小方块后，现在来把它切一下。切成薄片，尽自己的能力呢，尽量切来薄一点，口感才好。现在大家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它冻一下，冻硬了来切了吧？如果是趴的，说老实话，还真的不是很好切。我这个是带着皮一起切的哈，就和机器爆出来的五花肉一样的，安逸得很哦。先放到碗里面自然解冻。香料准备2个莴笋丁儿。我们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莴笋丁咯，不是的油麦菜，切成条。我个人觉得这个莴笋丁啊，炒出来它比油麦菜要好吃一点。芹菜和蒜苗给它配一下，也切成节，和莴笋丁放一起炒来打底。再来上一点姜葱蒜末。再来上一小块名扬火锅底料。这道菜的话一点都不难，就只需要这些调料，大家一看就应该明白是什么菜系了吧？对，没错，就是咱们非常经典的川味水煮系列哈。水煮五花肉，大家不知道吃过没有？水煮肉片、水煮牛肉，我相信肯定大家都吃过。这个五花肉它带一点肥的哈，水煮出来那是安逸的很哦，也是现在饭店里面上桌率很高的一道菜。五花肉现在都已经解冻了。我们抓紧时间炒起，因为老板吃了晚饭的话，他要走。他说天黑了，他害怕有鬼。我真的是对他无语了。来一点菜籽油，打底的这个蔬菜啊，传统做法一般都是直接煮的，但是现在为什么要炒呢？因为炒来直接打底的话，比煮来口感要好很多，并且也更加的方便。所以我们还是怎么口感好怎么来。不是说一味的就认为传统的东西它就一定好啊，传统的东西它不一定好。做这个水煮打底一定要炒的才好，传统的煮的真的口感差远了。调一点底盐、味精，炒熟过后就可以倒出来打底了。五花肉全部解冻，现在来给它码味一点毛毛盐、鸡精、胡椒粉、料酒、老抽酱油，一丁点水，下手给它码匀，让五花肉先把这些全部都吸收进去，再来上一点水淀粉，继续下手给它码匀，加一点水淀粉，它可以锁住这个五花肉的水分，让它吃起来更加的滑嫩。这个五花肉码好就是这样子的，好多网味了，因为切的特别薄嘛。
现在我们另起锅，来一点油，下一勺四川豆瓣儿，姜葱蒜末和火锅底料。现在新派的水煮啊，都会放一丁点儿火锅底料，它会更加的香。再来几块干花椒，全部炒香，炒出颜色，加入水，烧开过后调味一点谷氨酸钠，再来一点儿酱油，转小火下入码好的五花肉。五花肉煮熟过后，来上一点花椒油、香油，最后用水淀粉挂一点薄芡，大火把芡汁收紧过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。这个肉有一点多哈，其实这是2份的量呢。肉多的话，我们就多吃一点。现在给它撒上花椒面、辣椒面。蒜末，淋上一点7成油温的热油，把这个辣椒、花椒还有蒜末的香味彻底呛出来。做水煮系列哈，这个油一定不能少，油少了它就不好吃。炒熟了背鸡嘛，因为是熟的嘛，所以不用用油浇了。性感的葱花，再来一点美丽的香菜，点缀一下，美味继承。非常好吃的一道水煮五花肉就做好了。真子煮出来的五花肉一点都不油腻，吃起来是细嫩爽滑，并且鲜美，麻辣可口还下饭。做法呢也是很经典的川式水煮。喜欢吃麻辣味的朋友可以先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啊试着去告一下。不喜欢的也免费看完，就3个。我这里面有莴笋汁儿，我要吃莴笋汁儿。你不吃肉吗？不吃肉。为什么不吃肉？减肥的嘛。哎呀，喝点啤酒。然后这全是肉，好安逸。这个肉我切的很薄很薄的，一片一片的了，好安逸，好安逸。活转，吃之前要活转，这中因为料我全部放在这中间的，知道吗？莴笋。料全部都是放在这中间的，边上没味，中间的味又很浓很厚。我先来一片五花肉，我有一块一块的。感觉好像欠缺点什么，辣度不够，我觉得，你觉得呢？麻辣味不够浓郁。好，谢谢。你没有撒刀口辣椒吗？今天撒的辣椒面，炒过之后再打的，不是用刀炸的刀口辣椒。那个香味减半。不是香味减半，是我觉得辣度不够。那你放小米辣呗。放小米辣的话，又不符合水煮的气质。好好吃。再放小青椒。我今天是好吃。这个五花肉它吃起来一点都不柴，主要是因为五花肉带一点肥的嘛。100分的99。99分啊。我也是不够辣。你也觉得不够辣呀？可以。加了。